这小子是10月份最强后宫王，连女朋友的妈妈都不放过。此时岳母正靠在他怀里，满脸羞红的邀请他来自己的房间。紧接着于理就酥胸半露，不断起伏，嘴里喊着我还要我还要，而练太郎欲拒还迎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最后两个人一起发出了舒爽的呻吟声。在另一个房间打牌的5个女友也察觉到不对劲儿，他们去拿个水果，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？最了解自己母亲本性的雨香里顿觉不妙，该不会妈妈已经拿下了练太郎的一血吧？剩下几个也不淡定了，急忙冲进了狱里的房间，却看到了第7个美少女。等等，有点眼熟，这不是练太郎吗？好家伙，原来刚刚练太郎只是被狱里逼着穿女装了。另外5人直呼姐你做得好啊，练太郎却直接羞晕过去。但是没关系，狱里说我有一计。然而直乃跟自己进更衣室，5分钟后，高冷美少女瞬间变帅酷兵骑士，把另外4人迷得晕头转向，大喊老公。于向里 get 到了母亲的脑回路，在童话中能让公主从沉睡中苏醒的就是王子殿下的吻了，所以直乃轻轻抱起练太郎，深情的吻了上去。万万没想到这一吻人还真醒了，一睁眼就看到一群流口水俄罗斯娃娃。练太郎恼羞成怒的带着自己的衣服进了浴室，还反锁上门，就忽略了这是于理和雨香里的家，他们有100种方法可以进去偷窥。南丽和直乃也毫不犹豫的加入进去，唐英见状也直接放弃了自己的矜持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小静挡在他们面前。众人为了不让小静背负这样的罪孽，干脆利落给她卷成了棉被卷，不得不说还挺可爱的。浴室里的练太郎正在搓洗身体，他早就预料到会有人来偷窥，直接在下面围了浴巾，而于向里他们在楼上把体型最小的南丽掉了下去，可是里面雾蒙蒙的，只能看到模糊的画面。南丽就把脸贴在窗户上，练太郎扭头一看，我去鬼呀！众人赶紧把南丽拉了上去，之后练太郎就开始疑神疑鬼。与此同时，小静正在脑补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最后的结局是练太郎 family 全部羞愤致死，只剩他一个，他说什么也不能让这种事发生，硬是滚到了楼梯口。而接单人已经开始了 Plan B， 从这里可以直通浴室天花板，能看得更清楚。结果正爬着呢，突然有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挨个触碰到了他们，几人还以为是老鼠，其实是雨香里家的小白猫，但是他们都被吓得吱哇乱叫。下面练太郎就听到那些动静，魂儿都要吓飞了。而此时的小静正面临抉择，为了不让男朋友被看到身体，小萝莉努力的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滚下去就能把棉被解开。可健身那么久，她也没勇气，还是雨香里家的狗嗷一嗓子把她吓滚下去了。这一滚直接滚进了浴室，顺便连棉被也滚开了。练太郎只看到有什么东西进来了，回头一看，卧槽，水里有金婆，差点吓晕。突然想起来什么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小静，他赶紧爬到水边问小静发生了什么。结果围的浴巾突然脱落，小静直面练太郎的大蟒蛇，冲击太大，当场晕了过去。练太郎赶紧抱着小静想去医院，就刚好遇到了正在批斗小白猫的一群女朋友。唐英当即表示，我们只是在玩捉迷藏，还不是为了偷看你洗澡呢。最后5个人一起接受了练太郎的思想教育，而小静的梦中还念叨长颈鹿啊、大象啊的。风波结束后，众人又打起了牌，但是狱里梅开2度又找了个借口出去。练太郎不放心，跟了出去，发现他是去祭拜前男友了，也就是他的岳父。练太郎便一起进去祭拜，没想到岳父竟然只是一个国中生。借此机会，练太郎问出了自己的疑问：以狱里的资荣和财富，应该有很多人趋之若鹜才对，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呢？这个问题勾起了狱里痛苦的回忆。他声音颤抖地回答练太郎：因为我始终没办法忘记那个人，哪怕他已经去世了，甚至在爱上练太郎之后，他也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。练太郎心疼地抱住了他，没关系的，谁规定不能有2个发自内心深爱的对象的？更何况他有100个呢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只要他感受到的是真心，那这个爱就是货真价实的。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于里说这种话，他也情不自禁地回报了练太郎。两人在雨香里父亲的牌位前互相倾诉着爱意，甚至还亲了个嘴儿，这真不怕人家把棺材板掀开呀！最离谱的是，这其实是于里的初吻，因为当初前男友知道自己无法让于里幸福一辈子，为了将来愿意发誓再不让他孤单的那个人，希望他能将初吻好好的保留起来。虽然女儿已经15岁了，但其实这个岳母还是个保留着初吻的处女。练太郎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，第一次品尝的亲吻甜蜜的于里瞬间泪如雨下。晚上众人一起睡在了 king size 大床上，于向里也去的半夜突然下床，然后从床尾钻到了练太郎的被窝。唐英早就料到他会夜袭练太郎，一直没睡就让他等着抓奸呢，说什么也不允许这家伙捷足先登。而练太郎醒来后看到了怀中的雨香里，就问他怎么了。雨香里回答，只想睡他身边，他原本以为他们再也没办法在一起了，只要一想的那种可能就无比的不安。练太郎直接给了他一个亲亲作为安慰，雨香里哭着钻进了练太郎的怀里，旁边的唐英也没话说，都这样了，那就让让他吧。结果半夜练太郎被奇怪的声音吵醒，起来一看，雨香里和唐英抱在一起亲得正欢呢，虽然口中喊的是他的名字。既然起来了，他就顺便去上了一个厕所，居然在走廊上遇到了雨香里的爸爸。爸爸一上来就对练太郎兴师问罪，练太郎却一点不慌，而是向岳父保证一定会让他们母女获得幸福的。16年来，岳父还是第一次看到练太郎这么真诚的男人，他拯救了于里被自己围困的心，所以岳父原谅他，把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同时收入后宫了。练太郎却想今后和岳父一起守护他们，他也感谢岳父让雨香里降临到这个世上，还让于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。岳父被他夸得小脸通红，好家伙，
啊，岳母搞定了还不满足，连岳父也要一起吗？然而一阵金光爆射瞬间包裹岳父，因为把老婆女儿交给炼太郎太过放心，顺便留下他们死去的悔恨也消失了。岳父要成佛了，炼太郎拦都拦不住，最后大喊一声岳父大人，就从梦中苏醒了过来。此时天已大亮，他还在走廊上，看来岳父已经走了。炼太郎他们也告别于里，各回各家。而于里为了能经常跟炼太郎相处，竟然直接买下了他们学校当理事长。午休跑出去找于里的炼太郎错过了这个消息，从菊妈那里得知于里在学校里只要又气喘吁吁的跑了回去，沿途遇到了不少未来的后宫，而且每种类型的都行，只能说这小子艳福不浅呐。